天天想你一遍，羡慕情侣在逛街，看看 IG 照片，每天都是浪漫打卡情节。大家晚安，欢迎收看《同龄领同居时代》。好，一开始呢，一样要来欢迎感情纠察队。一直没有，我一直在想说，我一直在想说，最后一集了，什么太热？对，小赖还有曾子琪，欢迎两位。因为我突然想到的是，第一集也是你们两位陪我们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对，我刚刚一开始最好的，这是我们。但刚刚讲到了，今天是这一季的最后一集。对，怎么这么快啊？上一集的时候有提到，就是他们住的第28天。其实原本以为30天很长，之后我们这样看着看着，一转眼28天过完了，现在要最后。我觉得下次要半年。制作人头都大了，对他光剪袋子都没有睡觉，你要他剪半年，半年要中间换好几轮的人，我们还记得一开始是谁。不过上一次我们有看到了 Niki 跟子龙这边已经是确定了，对，没错。然后子龙也敞开心胸的跟他聊自己压力啊、自己家庭啊、爸爸那一块。对，我们也非常了解了这个雨森呢是如何的做自己，所以我好期待最后一集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ending。天哪，我刚刚这 ending 就连想都想不到哎。但我们也透过深深知道说，哦 ，Danny 原来他进来他的目的性是很强的，是，对他很清楚说，哦，他进来是为了拍摄，但是他到底为了拍摄是要干嘛？Danny 跟深深好像都一样，都是为了感受拍摄，所以他加入了。对，但结果。感觉好像跟大家有点不大融入，才发现原来自己的问题是什么。赶快来看一下，赶快来看一下，因为我真的好期待。那就来看吧。也许是你的侧面，也许是你的笑脸，突然喜欢多点遇见，聊聊天，给我多一点时间。若是还想念，就不狡辩，也不假装讨厌，飘着倦意的季节，这次多了甜蜜感觉。天天想你一遍，羡慕情侣在逛街，看看 IG 照片，每天都是浪漫打卡情节，反反复复嘲笑我的可怜，偷偷想你一遍，天天想你一遍，表面却看似不屑，害怕显得太黏，听说会厌倦，为什么你我沦陷，爱被纠结，能不能再坦诚一点？你们今天聊得好吗？这是快点，要不回去，就是下妆。立下妆没有啊，就我的定位已经完成了，就是跟每个人都有一个一线，然后就完成。因为我跟每个人都生涯。但是我不会生病，就是没办法。我的线可动可进。我觉得刚才那个脚比较好。我这个脚，那你发质是会软的。You are my sunshine on a rainy day. You are the one who takes my breath away. In the vast skies of love, I'm free. As long as
突击检查，天哪，没有干净过的啦。警察来了，林姐。哇，可以理解。而且林姐爽朗的笑声，爽朗笑声，我的有一点像特色。三次都不一样的 look。哇，你们刚刚在干嘛？我们在休息。走，这所以这你的床对啊， ，Danny 的床。是。哇，哎，其实你们还算整齐啊。去旁边可能就不怎么觉得。我想相比之下，我们真的对啊，OK 啊，男生这样很棒。剩下最后2天了，没错，要赶上，麦来记得。真的啦。真的啦。1个月其实不算短哎。不管这过程 O 不 OK， 其实真的到倒数的时候，还是会有一点不敢想。那我去看看他们的房间。你会吓到，他们现在应该在疯狂整理啊！先给你做个准备，先不要尖叫。哦，是吗？我最厉害的就是要注意脚底，尖叫要注意脚底，真的吗？注意脚底。好，那你们也准备一下。啊，今天这么居家，我就把这个拿掉吧。哇，天哪！就说吧，马上，天哪！哈，这个乱是塞好的吗？新同学 ，Mandy。对。那所以在地上这些是你的？我的。哦，我想要来1周就这样也很凉快。是啊，上是他们的。哦，你们这样不会拿错别人的东西吗？我们都共用，说真的。哦，对啊。这个拆掉不能去丢掉吗？还是这还要再装回去？剩最后2天了吗？会舍不得吗？蛮舍不得。真的哦？你有哭吗？还没哭啊。好啦，你嘛小欠欠的，剩2天尔，你那欠的了。房子交还给我的时候，必须是干净整齐的，好吗？啊，这谁的手机？我的。哦，主位。是不？我是不是做的？对啊，绝对的。天。可以开吃了。那我们就要开动喽！耶！这一盘是其实怎样？全部都给，全部都给我的。你觉得姐姐我很瘦吗？很熟。我也很瘦哎，也很小，嘴巴那么甜。真的。而且就是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您，就有一种您都出来了，你也把你放在心就觉得有一种疝气的感觉。疝气是那个掉下去那个。不是善良，散发出善良的气息。哎，你们不要欺负人家。好，哎，雨生今年2个礼拜啊3个。哎，我们是最久算3个礼拜了，我们3个最久。那你觉得这次来住，你有没有感觉你的什么样的一个礼物？对不一样？对啊，不一样的想法。觉得就是一个经验嘛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都算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呀。对啊，因为我自己有一个理念，就是在 life in life 嘛，就是在生活中旅行，就是把握当下，珍惜跟大家相处的时光。是。你应该有50岁了吧？我真的是很老派，我认真老派。我是真的是这几年才开始有这样子的想法。好 pass。好啊，那个煮汤很龟毛的。就第一轮。我刚刚一直跟他说你的汤，你可不可以再加一点水？他就怎么样都不肯。我觉得这很棒呀。很棒呀。因为对我来说，我是蛮习惯这种生活的，因为我高中、大学就有在住外面。那跟这个有不一样吗？跟你这次的体会样多了点酒精吧。我自己的感受，因为我毕竟也刚回来没多久，但在美国其实跟这边很像，前2个礼拜真的会比较有一点偶包，就是觉得我想给他们看，我想表现出来的样子，就会觉得说就做自己，没有必要，有什么好装？我觉得如果你刻意装的话，大家也看得出来。对，有成。我是这个，我好像没有跟别人住过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。我觉得最大改变是我的重心不是我的朋友，就变他们了，就是我们不是你的朋友。我
之前的朋友，可是山下的事，不是因为这个，我是不可能跟他们认识的，因为每个根本就不会是我的朋友，就是那个我的生活圈个性，哇，原来是可以合来，不是我自己内心觉得很排斥，就是不行。然后我就会觉得说，哇，这应该是我以后就是对人或什么会就有一些改变，产生一点先入为主，对，就说哦，这个是不会是对，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最大改变是这个吧。我跟子龙一样，就是大学就是也是都是有室友，唯一不同的是都是哥哥姐姐。哦，对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我觉得这就是共聚在一起很特别的地方。那 Mandy 呢？我虽然才就是来的时间其实是最短的，但我觉得我心里的心境变化很大，所以我对于第一天就是跟朋友那样子说错话的时候，我就会很懊恼，我就很着急。其实我说错话，就是我后来就会立刻就是完蛋，就想杀死自己，你知道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第一天来的时候，就是 Danny 那个时候来帮我拿行李，刚睡醒。我心想，哇，这个人感觉好凶哦，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气势在，然后他脾气不好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哇，就是这个人不能惹，然后可是就是马上惹到，对，马上惹到，因为我一来的时候 Niki 不在，然后那个乱的就是吓到我。然后我想说，哇，这样爆炸，乱的吓到我，这句话又中了，开枪了，对，所以我就是一回来的时候，射到别人。然后我进去的时候，我心里想说，好，那反正就是有空的时候再弄。然后他就上来说，哦，那个什么，你那个要不要等一下，就是整理一下，就是真的蛮乱的。然后我想说，我的意思是我想要帮他一起整理，对，你没有说要帮我一起整理，心里是我心里，等一下要不要顺便把垃圾捡一下，整理一下？然后我就想说。哦，好，那新同学，那我就好默默的，我就把有整理的比就以前一样，只是因为之前他们就不大会说，哎，Niki 要整理什么的，可是他就是比较爱干净，后面就认识的时候就觉得哦还好可以接受啦，对啊，就他也不会就是一直逼，可能那时候真的蛮乱的，对啊。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状况，有点不是，就是如果生活习惯不同的话，要怎么去沟通这件事情？对，其实我那时候当下是想说，那不然我来弄，但我又觉得这样好像又不对，因为那人家的东西这样子整理不好，所以我才想说，那你要不要整理一下？那还好啦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后来，因为我们共同朋友本来也是多的，所以也一下就熟了。那如果我说，现在让你挑一个人，那我们要送他一句话，你有没有特别谁，你想对他说一句什么的？我觉得这蛮好玩的。沉默下来，什么话都可以嘛？对呀。就蛮想跟新伦讲，对，就我家人都是男生哥哥，还有弟弟，就没有任何女生，然后就觉得相处到，就慢慢好像真的把她当就是自己的妹妹，哦，对对，她要哭了，哇塞，哇，我觉得她很可爱，哇，哭哎，对啊，哇塞，好好哦，我有话说。我想跟张总说，他又很忙，然后又会到处飞，然后又不报备，所以很难知道说，这个地方结束了之后，我能有多少机会看见他。所以其实还蛮开心，说每天晚上喝一杯，然后聊聊各自的事情。认识这一个月对我来说，他有点类似有 brother from another mother。就是不同父母，但是感情却很好，像兄弟一样。对我来说，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就多了一个。啊，天哪！我怎么听你们讲，我都好感动哦。就是这一段就会真的会变成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谢谢你们，小姐。来，但小姐在那边。很烦呢。姐。我也是想对子龙说，我就是一个范本，我慢慢的就是把自己做得更好。对，他也会给我很多建议。我自己有时候那个彷徨、心情低落的时候，他也会适时的，就是好来啊，一起喝啦。1个月或是几个礼拜，然后就是非常非常亲密。我觉得这太虚伪了，太假了。这种慢慢的就是温温的感觉，其实之后要加热要放，还可以比较放得长久。对，我是很珍惜这样子的感觉。我给你很多时间了。想要对2位姐姐们讲话，因为我跟 Niki
相处时间比较久。有一次我觉得超温暖的是，就是我早上起来，然后我只是跟他说一下，我觉得房间冷气好冷，然后他就从他床上拿一条毯子过来给我盖，我就觉得这个姐姐超温暖，然后就真的很感动，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姐姐，我都是哥哥，他也有点算是颠覆我对网美或网红之类的。真的，他们两个真的是颠覆到爆炸，哇，太棒了！然后像 Mandy， 因为我跟他其实也才相处1个礼拜吧，对，1个礼拜，对，他也是后来才加入，所以他那时候就是他那时候晚上在哭的时候，其实他就说他很怕融入不了大家。后来就看到他这样，就是慢慢这样相处下来，然后这样慢慢调整自己，我就觉得，就我也很替他开心。我蛮幸运，就是我住在同一间房间里面的2位姐姐，对，对，就是都遇到这么好的，那隔壁房的哥哥呢？我也那 Mandy， 你晚上有偷哭吗？啊，就是没有跑出来，对，就是带着包包跑在哭。因为我好羡慕，就是他们大家已经有前面的情感的建立了，就是真的，我真的时间太短了。那我想跟 Danny 讲好了，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真的觉得你很凶，大家对你印象都不赖。没有，我对他印象蛮好的啊，就是比较觉得有距离感。后来慢慢变熟之后，就是跟你讲话的感觉，还有就是其实真的就是那天晚上你就跟我讲了之后，就是他让我觉得他其实人真的很好，大家非常包容我。然后我为了这件事情在难过的时候，他一直用他的立场告诉我说他也是这样。其实这句话真的让我觉得很让你有力量。对，真的，其实我一开始真的超慌的，然后我觉得就是他就是这一部分让我觉得非常温暖。像我觉得人生真的就像一个列车，每一站会上来谁，每一站会下去谁都不一定。每一个人其实，在我们人生当中，都真的只是陪我们走一段路而已。包括我们的家人、你的父母、将来你的孩子，对。所以其实我觉得，不管怎么样，就是珍惜每一个当下。你看看，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一句话对别人的当下的一个帮助有多大。可能对你来说没什么，可是你一句的当时也是这样，所以 OK。你可能对你来说说这句话其实很轻松，可给他很大的力量。你造型对你来说太简单了，可是你看，你对他说，哎，我帮你擦个腮红，我觉得你衣服不要穿，对他的感觉也是这么的温暖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给别人爱的，不要去轻忽掉你小小的一个动作。是不是想跟我们一起住？我你应该受不了我吧？没有，不会，可以，但是想一起住，要不然。我发现每次都是你在做菜，我也想要试着学煮看看。好啊，不然你做，我来试试啊。真的，我煮的你都要吃哦。只要是你煮的，我一定都会吃啊。我就喜欢你笑的样子。喂，怎么了？哎，你上次不是说要来吃我做的菜吗？还好。怎样？你不来就死定了。没有啊，开玩笑的。你煮的我当然会吃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这次有特别为你做准备。啊，好，拜拜。哎呦，今天看起来好像有个样子。当然，我在练习。今天吃汉堡排。哎，我刚刚不小心把东西弄烦了。我新买的那个日历的吸尘器，帮我吸一下。我刚刚就看到了，可是我才刚坐下来。快去，帮忙这样死哦。好了，吸一下而已。哎呦，好轻哦，这个吸力够吗？
小生哎。对啊，日历的都画日历的。对啊。难怪这么厉害，真的不错。下面那个桌角下面要拍一下，记一下。可是你也倒到太多了吧？不要一直碎碎念啊，赶快整理。我要把汉堡排放进去哦。哎，这个是你新买的？对啊，这是日历新的料理，听说好用。哦，他料理书还收了本这么厚的。对啊，我还没有认真研究。蛮详细耶。跟你说，这台日历料理总共有477道自动烹饪菜单，我觉得我知道厨艺阅兵。哎，它有气炸功能哎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。哦，而且它还可以做吐司跟面包哎。是哦，哎，它功能超多的，到现在还没研究到那哎，改天再一起试试。好啊。哎，这个好香哦。我是不是有变厉害？是，那个料理不厉害吗？我们先吃饭，先吃饭。你刚跑去哪里啊？来，先吃饭。阿弥陀佛，每次姐姐出现就开始开始了，你看。因为你是这个人生的经验历练比较多。但是的确那天真的超感动，真的蛮喜欢后面那一段，就是说对你自己来讲很微不足道的事情，但对别人来讲其实是很受用或是很重要的。我觉得这句话很棒。真的。对呀。刚刚讲到你的一句话对你来讲没什么，但对别人的帮助可能很大。同样的，你的一句话你可能没什么，但对别人的伤害也有可能很大。没错，所以有时候讲话真的就是尤其深深，讲话是艺术有时候要经过一下脑袋。对你这样讲，我突然想到，大家只是在发言。就是自己的感想，他莫名其妙又射了一枪，很重哎。对 Danny 讲说，哦，我觉得就像是不同父母的兄弟一样，我很在意子龙的感受。然后换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住个几个礼拜、1个月，说感情要多少，这不可能，太虚伪。他说太假了，太假，太虚假了。他硬要打他一枪，马上一枪哎，我觉得很不 OK。对呀，就是气氛那么好，何必要这样子打坏呢？而且那个镜头是有拍到他的侧脸，就是不爽。而且那个这个片头最一开始是前一天嘛，那个 Danny 不是说什么哦，我们好像线都铺好了。可是我觉得这其他人听到会傻眼，会觉得现在是怎么样？因为前面那一段就还蛮明显，觉得他好像进来已经有设定好。他在讲我每一条线都铺好了，可有东西说哦，我可能跟他先怎么样？那如果这条线没有了，他还有别的线，因为他每一条线都铺好。他把自己当男主角。对，连我这边都铺就对了。对，你也铺到线。所以搞到最后是你被玩。计中计了，他每一条线都碰到了。所以他表演欲望很强哎。因为他铺好线的话，每一集基本上都会有他。对，所以他知道私约有人拍，然后一定会把这一 part 好好的留下来。好聪明哦，难怪他每一个人都约。可是这样子，好比你看你现在这个东西播出来了，对。那人家看到的感觉会是什么？对他为什么自己最后要这样讲？我觉得这个在工作上的心机确实是要有，可是会感觉说，你跟朋友相处，然后也在用这些心机，会让人家觉得说，那你现在跟我的相处是真的跟我相处，还是有目的的？因为我如果是姐姐好了，我听到现在这样，我会觉得说，那些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搞不真的耶。因为雨生有说，那个 Danny 是一直是想要表现有掌控权。雨生前几天在跟他自己朋友喝咖啡的时候有讲，对他很受不了，就是一直跟他讲说，我来就是为了拍摄啊，你要有目的。一直在教他。这突然很像我们第1季的石头哦，他也是主线任务，他主线任务已经结束了，你来你要有目的嘛，你要知道你来是为了什么，你不是这样傻傻的就来。所以珊珊才觉得他很假，讲刚那一段话都是假的。哦，对，这样串才包括合理。 Danny 那段是他才呛，所以这餐桌上那个是有目的性的。突然间觉得真生，我还有点误会他。最后一集反转，全季大反转又反转，前面骂的跟什么一样，一直转。最烂的是 Danny 的。
但我觉得 Danny 跟子龙感情应该比较像真的，因为其实上一集他说他很爱子龙，他没有说他很爱你，没有，他说他要成全子龙，所以让 Niki 跟子龙在一起。所以 Danny 真的喜欢子龙。他刚刚对他最后的告白，他是跟子龙哎，也或者甚至是像他讲的，我其实对每个女生我也只是为了放弃，也是为了拍摄，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必要真的跟一个好像可以真的当朋友的人去抢，所以他就让给他。反正目的就是来拍的嘛，我这铺别条线就好了。只是自己 say 好自己是男二，这个还是有点旁边听的有点怪了。可能他觉得原本跟 Niki 在一起可能会是男一，但可能子龙好吧，那男一给子龙，我是男二。也很妙啊，就算子龙跟 Niki， 他还是可以当男一啊，他为什么要去设定子龙一定是男一啊？他这个设定的标准我有点看不，可能还没追起来，因为像新伦也跟他还不确定是不是，甚至有2天呢。对啊。可就目前的影片看起来，他跟新伦好像也没有特别干嘛。我觉得有可能他后来跟新伦比较没有什么火花，可能因为新伦忍不住表现出对子龙有兴趣吧。因为我看他跟子龙玩游戏，在那边磨蹭的时候，就好像很 enjoy。哎，Niki 很厉害，还说我最想对新伦说一句话，你就是我的小妹妹，都长在我哪敢跟姐姐抢啊？对啊，就感觉讲这句话到最后一刻还是在示威。对，我也觉得有。但是我那天在现场真的觉得他们都好真诚哎。会不会只有真诚的只有是你？原来我也被玩了。不是因为连深深讲话，他说他的感言都是很刻意，他是说，他说你是有个范本，然后你常常跟我讲一些什么道理什么的，他跟家人讲话就不是这样。但我觉得 Mandy 很棒的是，他住进来的每一天，他一直在学习，然后一直在反省自己，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。就他愿意去为了大家而我自己个性可能要收一点，收一点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很蛮难得，因为像深深死不改。对，他就是我就做自己啊，我就没有改变。对啊。虽然大家可能一开始来的都有一个目的，比如说想红啊，或者想怎么样，可是却没有想到说，因为这样的一个节目，或者这样的相处，或者这样的一个拍摄的时间，反而让他们真的都去看见自己，或者看到别人。我很想看看到最后，是不是真的就一直这么感性的到最后？最后一集有没有被大落？对，到最后大家就对啊相拥而泣，大哭，对，蛮温馨的那种感觉。就像子龙一直还 cue 新伦讲说，他住在隔壁的哥哥们，而且连新伦在讲的时候说，我跟那个子龙一样，就好像硬要有一些关系。我觉得有一点，对，快有完美的结果了，又所以你赶快掉一下，还有一天呢。真的很难说哎，最后一天。对啊，会不会我一走就出事了？很难说。因为我在那边感觉很好啊。你在谁敢出事？最后一个晚上到底会怎么样？我们一起看一下。一起看下去。大家简单。3很难呢，3超难的吧？3、1、3、3、有3个12，还有3个要3。有3也要，13也要哦。我保养。我看到了。不是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我有机会的时候，我就是再试，就是精彩，前4吧。没事，其实你就是一个双人在这里，他妈经验很多。对啊，咪咪人设咪。新人强说不要，我纪律设计。对啊，那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睡觉好吧？还没。张总不行了啦，大家睡觉了。那我们也可以。超甜蜜。想要晚上去睡觉吗？不行啊，还没啊。你们很恶心，说他们说头发很香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很香。我吐。来我问你哦。我操。比如说一张 A 型跟一张干嘛？随便你们喊什么。看好熟悉啊！我想要多一点。我想要歌转移我焦点。亲一下，手机起来，大起我的腰。我以后看到我就告你。哎，照片的敢露出来哇，搞不好，不然直播他妈直接干掉，肯定吧。
我不要做。哦，直接拒绝。有原谅啊。你知道吗？你看，他不用拍照，不用拍。不是啊，这是很奇怪，真的是看不懂。你觉得可以吃，你就自己拍吧。对啊，看不懂，看不懂。你给啊，看。你那个上面那个颈枕环，那三指。对啊，奇怪。你狗腿不来。你想打来找他吧。想打你，先打两次。你昨天跟我这个很好，想怎样？我怕呀，好白痴哦，看。很白痴。硬混很容易就去了。我就硬混了。但你昨天差不多啦。我昨天没有，我昨天很好。其实我要睡觉前，我真的觉得肚子全部很轻，超好。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？真的假的？哎，你不知道哦？不是，河水旁边有水，我就会勾操。就是这也是勾别人。哇，你这样子跳到旁边都洗不清了哎！哇塞，没事。拿起来，过去就过去了。没什么不好啦。昨天我是有点吓到，我想，你有吓到？我看你没什么反应呢。那我怎么跳起来吗？哎，你在干嘛？这样子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啊？没有，哎，你看一下。你是想说突然怎么到那一趴了？哇！我说，我是缺少什么怕吗？怎么突然进展到这个地步？最不爽的就是狗仔出现这件事情。没关系，我们教训他，他教训要吐。昨天只是不小心被头被跌到了。A 到。被跌到了，被砍到。太 real 了。昨天超精彩的。所以你4月的时候有这种情愫在，对不对？哇，4月就蛮开心的，但没有什么超出的地方。4月蛮多的。所以昨天是第一次超出这样。还好吧，就打打闹闹啊，就勾肩搭背啊。啊，对。我更 prefer 打打闹闹这个词汇啊，我觉得，对啦，有点 shock 是不是？那我先，你还能拿吗？买裤的时候我还很骄傲，就是大地色的裤子，就是每一种细微的颜色我都买到了。你说收集大地色系，就都差一点点的那种，像色卡、色票一样的。上次这样打包离开一个家，干是在美国，也是几个月前啊，对你来说。对，然后我又在做一件同一件，没有很习惯。上次我也差不多跟你同样的时间，我也是在日本打包啊，就没有很习惯。
寄了一箱回就来。我觉得我自己蛮习惯，就待在一个地方要打。我反而跟你相反，我就喜欢到处跑。你们都整理好了哦？差不多了哦，快，东西蛮少的。我可以坐吗？请。我要跟你们说谢谢，今天最后一天，谢谢你们这2个礼拜来的照顾。你说这2个礼拜？差不多。那只有来2个礼拜。其实我觉得你们2个就对我蛮照顾的啦。你也不错啦，虽然我跟你私下好像没什么互动。有什么互动秀？你只会这样的。我哪有啊？不客气。就是现在要搬走，就是其实有点舍不得你们，我也会想你的小妞妞。什么这就是小妞妞。如果我有妹妹的话，一定也就是相处一定是这样，我觉得。好了，还这么可爱今后改姓张。不要。张心凌。张心凌其实还 OK。对啊，好像不错。那我们之后会联络吗？我都会啊，我都没差。其实我不得不说啦，就是以前的话不太会鸟年纪比我小的女生，太会照顾人，开始学着做这件事情，算你幸运啦。谢喽。算你幸运，被你赚到了。下面好像有东西，我先去看一下。这那本来就在这的。我觉得他蛮会挑位置的。谁？我觉得他啊。靠，是我让的好不好？哦，你让的。对啊。为什么我们2个都粉红色？你干嘛学我？那你也比我大哎。好可爱，我看一下，真的跟我一模一样。对啊。取得挺像。分享一下我今天干嘛，然后这样。对啊，彤彤跟我觉得很好。你是会分享的那种。对啊，什么意思？我生活很多，不是就是会跟人家讲说，哦，我今天发生什么事？对啊，我是几乎每天都会打给他，几乎。真假的？哦，我是爱讲电话的人。哦，我觉得会分享很好，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其实他们也都是习惯这样。哇，好感动。我们之后应该还是会联络吧？可以啊。对啊。我们还可以一起出去玩。再去一次。要不是要考虑，有点腻了，可以换别的了吧？九族模式。好远哦，我们可以之后再。可以啊，想去哪里都可以。记得要把我东西放好。有没有看到我一直抓着？好，卡片有收好哦。有，我放在包包里。好。喂，怕到，对不起。好，没事。之后还要继续联络，这样就好了。你每天都会打电话是不是？我当然打给我朋友啊。哦。他我打给你干嘛？哦。你要打给我吧？我打给你。我打给你哦。这是什么逻辑？我的兴趣是接电话。好。我兴趣是，我也是接电话，不好意思哦。你不是说你会打给谁？我打给女生啊，男生是你要打给我吧？哦，是这样。对啊。好像可以啊。我想要坐在上面，然后你知道就是那个耶的那个，好，应该可以吧？先退房。哇，好多东西。哇，它有个冲浪板。3、2。我想跟门照哎。看一下。好啦。我车子也在，快来了。拜拜。好啦，哎，真的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来谈找我吧。好不好？来谈这比怎么赞？吃喝我负责。真的吗？我要喝牛肉汤。OK 啊。问题吗？没问题啊。东西超多。拜喽。拜拜。你们一起？对啊。他坐我爸车下山。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真的要跟这家说拜拜了。走吧。走。那是什么？我太开心，妈妈不在，女儿会怎样？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们前一段聊的我们就剪掉就好了。把我的感动还给我了吧？这就是人性。对，但我觉得其实到最后一天，年轻人就是大家玩成这样也合理。说得过去啦，说得过去。其实一群年轻男女放在一起喝酒，
对，可能就会是这个状况。而且还住一起，床不就是在旁但边。我比较纳闷的就是新伦跟 Danny 到底什么时候进展要哪一个 moment 啊？因为这一趴都还算蛮温馨，直到下一趴，新伦直接倒在 Danny 的腿中间，那位置就是。可我觉得倒了就算了，女生可能不胜酒力倒下来，男生照他。可是接下来那个吻的头，不是，等一下，头发。你出去玩，有一个女生她喝醉了，好倒在你肩膀上，这我都觉得还可以，直接倒在你的大腿中间。如果她真的没有意识或者什么，她需要休息一下。那你手会放在她的腰上吗？他刚 Danny 手是直接先放在那里，对，然后直接这样你会吗？你隔天早上还说谁坐我旁边，我的手都是会上去。姐姐有被上吗？有谁他就勾谁。可是你们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新伦先开始的，还是Danny先开始？我觉得两边就我啦们现在刚刚好像是他这样，哈哈哈，然后就这样，他是这样子，Danny 就跟他靠卡住了，然后就说头发好香哦，他就哦好。然后 Danny 是这种人吗？他有这样对你吗？现在知道了。这个有一点蛮猛的这个，而且先生还问他说：“你是不是性欲很强？”他说：“对啊，我性欲很强。”故意讲出来的。然后就开始说什么头发很香。听到他性欲。我是觉得如果他是认真的。但这些举动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郎有情妹有意嘛，只是说因为他隔一天早上在聊的时候，他好像又觉得这个没什么。他对于这一段，他好像不是觉得他是喜欢新伦，我觉得他是不是想要抢到男一这个角色？不择手段。在餐厅的时候，他是那种，他觉得很懊恼啊。对他觉得，看我昨天在干嘛？他感觉是他有懊恼吗？有，我就会觉得说那，所以现在是怎么样？我觉得他的反应好像是。就是玩玩的，对，就是玩玩的。对，我觉得他不是傲，他就是一个气氛来，他想要玩这个东西。年轻人没有，但我觉得如果新人也是这样心态，那也就 OK 了，就是反正男女都这样嘛，不要有人受伤就好。我在怕，如果新伦是以玩的这个心态，那前面他的形象经营的可真好。对啊。前面呢，早安，最后一天这样大那个，我觉得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拍，怎么没有学到教训啊？哎，第二季看过第一季还是没学乖。对啊，天哪！而且那个什么，他们中间还有一个比较，就新伦先离开之后，然后后来他不是又走回来，然后 Danny 是直接把他夹在腿中间呢。我靠，这个真的，其实他是老司机耶，真的。我觉得两个都是老司机。子龙 Niki 也是啊，摸到不能再摸了，他摸就合理啊。而且刚刚那个位置，子龙坐在背对的镜头坐在最下面，然后 Niki 躺在那边，我们都一直在好奇说 Niki 在干嘛？因为背对镜头那个继位的关系。子龙是故意选那个位置吗？他是故意背对着镜头还是怎样？要不然你看他怎么可能不跟 Niki 坐一起？他自己一开始就坐这边，背对的想说，心机也太重了吧？好重哦，这些人。而且。那背对那也没办法，因为我就看他的手一直在摸 Niki 的背。而且那个什么 Danny 那时候还叫什么 Niki 跟子龙要亲什么的，然后说你亲我就亲。对。他其实想亲，他就想亲那边。对。然后最后上房间，然后新郎跟子龙那边。其实我觉得他是喜欢子龙。我也觉得。我觉得他是啊。因为你看隔天起床，第一次去坐子龙的床。对，我前一天晚上发生这件事情，隔天那我照理来讲，我那时候我也是觉得说，哎，可不可以坐 Danny 的床？没有啊，可不可以坐子龙的床？好，坐子龙的床之后，哎，一直这样子，哎，而且他不会，他没有问 Danny 说我们之后还会不会连，他问子龙，对，所有话都只对子龙讲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他酒量好不好，搞不好他真的酒量不好，他搞不好都失忆了。就他酒量不好啦。干嘛？刚帮一下，干嘛沉默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跟他喝过酒，我不知道那天喝多多，看起来是蛮醉的。喝到天亮应该喝蛮多的啦。所以女生真的在外面不要喝太多酒。真的，你看最后被牵上去。对呀，你自己都对不对？对啊。Danny 还把他扛到肩膀上哎，手拉上去那一段，我想说，我靠，他现在知道发生什么事？我以为好像发生，吓死我了。他们不知道在拍。我觉得他们觉得说应该都也不会用了，那就没差就来玩这样。殊不知这才是我要的。30天就为了这个，为了一个晚上，他们最真实。对，哇，这一次没有人可以拔摄影机了哈。因为最后一天，而且最后 Niki 跟子龙，我觉得最后那个聊天也很，我觉得氛围，我觉得蛮怪的。我觉得很怪。他说什么？我们之后还会再联络吧？那不然前面在干嘛？就是代表他们没有确定关系，所以没有在一起。女生还怕说，对啊，应该他会再跟我联络吧？他说我是接电话的，我也是接电话嘞。那到底谁要打？所以就像我们前一集在讲的，其实女生真的有在等这一个问题。
但没想到男生也就顺着这句话就是哦会啊会再联络，就是但还不告白，为什么都讲还不告白？但我要上小爆料，你说可以吗？你说你不说你就完了。Aaron 真的是 Aaron 是谁 Aaron 是啊，哦对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想说爆我料吗？不是吧？哎，这个真的有抓到，就是那个子龙，你就讲子龙啊。为什么叫 Aaron？因为在 Niki 的手机里，子龙的名字是 Aaron。我很常看到 Aaron 打电话过去，因为后来有在吃饭了。我那一开始想说是他打，我想说为什么皇上要打电话给 Niki， 你知道吗？后来发现都是子龙打的，子龙真的有在打电话，他现在蛮可爱的。结束以后跟 Niki 有出去几次，都有看到他打来的电话，就觉得有认真，所以但还是没有在一起嘛，就是有没有在一起，我觉得要问他们当事人呢。目前为止就是看到他们问这个问题，我们大家也是有点傻眼，看前面的发展应该就是有的，结果到最后一天。因为代表说，其实前面那些举动，女生还是要有一个很确定，一个答案。但我觉得如果到这一刻都还没有确定，后面就很难了。男生也是要霸气一点，我太缩了。看到这段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想要跟子龙讲的就是，他应该要勇敢一点，不管是对这个感情，还是包括对他爸爸，因为前一天他们有讲说，他一直很希望他爸爸来看他表演，但是。他都没有问，我觉得有时候不要想那么多，你就是问就对了，要勇敢起来。你想什么就直接讲。其实说不定爸爸也很想看你表演，只是他拉不下脸，他一开始反对你，他拉不下脸，后面又变成支持你。我觉得身为爸爸一定会想去看，对，爸爸根本不知道你有表演，没错，没问嘛。因为真的，我这句话可能讲有点太重，但是真的不要等爸爸不在的时候，你想问的时候没有机会问。哪里？想到就去做了，你还那么年轻，你还有时间可以失败，不要等到以后后悔。真的，更久了。不是，突然变成温馨的结尾，刚不是在聊亲情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很少看他讲。对，因为我自己的一个遗憾是我爸从来没有看过我比赛，对，去问球比赛，然后我一直都很希望他可以来，但是一直到他离开那天，我都没有问他。但当然现在也没有机会了，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想什么就直接问。哎，不好意思，突然把这个搞得一个完美相对完美。但是你不觉得我们节目也是这样吗？你看刚刚最后 ending 停留在那个房子，然后熄灯，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人，然后就在这里有了一个开始，但是也在这里有人在这里结束了一个关系。你不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吗？所以你说是不是真的又要珍惜，对不对？谁都不知道下一刻是什么。好烦哦！这两集怎么这么多情绪？我们情绪起伏好大。刚笑的那时候，然后马上哭。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人生嘛，因为我觉得住在同一个房间，你会遇到谁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会不会遇到一个人改变我后面所有人生的规划或计划都不一定，或者我的目标变了，或是我个性变了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过程。而且不止他们6个，我觉得每次我来，我也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，也许我也该反省、该检讨的个性问题。都是互相学习。是啊，哎呦，对，但我觉得真的是很棒了，就是大家住了这段时间，我觉得他们自己一定也学到很多东西，感受到很多。原本因为在一起的感情，可能因为散掉而反而头脑会突然说，哎，好像那时候是因为住在一起而有那个感觉，然后当一分开就想到，哎，那个感觉没了，就很多会有这个状况，会疏远。对，所以大家都一直很怕彼此没联络，真的耶，会联络就会联络了。想说，这什么？因为他是过来人。你第1季到现在还有跟谁联络？除了皇上而已。没了。跟他，然后其他人就可能网路了，偶尔可能。一直没联络啊。有啦，按个赞。而且你在当下觉得你会跟谁联络，你就真的是。你那个直觉反应是很就会有的，但是就把握当下。有他们蛮把握的，他们真的蛮把握的，有感觉，有感觉。能停赶快停了。但是拜托那个把握的当下，千万不要让自己变成是以后后悔的一个对一个点。对啊，但我觉得重点就是大家开心啦，大家我感觉出来大家还是很开心，然后来这里。对啊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陪我们这一季哦，30天，然后这第2季的同居时代，非常谢谢你们，然后也希望你们这个除了娱乐之余呢，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可以带给你们，可能在未来人跟人之间的一些相处上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，看怎么样，
可以维持更好的关系。对，然后也跟大家讲说，你真的喜欢，真的想，那就是做勇敢的把自己想要的东西说出来，但是切记不要白目就好。对，把握当下，也要最真诚。对，没错没错。对，那这一季的 Call Me 同居时代的就到这边了，那希望可以赶快再跟大家见面，期待期待，拜拜拜拜。Niki， 那我们简单讲一下，就是要 check out 了，今天对，要 check out 了，感觉你很开心。我说你啊，开心就是我终于回到陆地了，就是我的朋友好像都没跟他们聊天，不知道他们在发生什么事。然后难过是说就是要结束这个同居的生活，没有早餐可以吃，没有可以每天回家都有人在家，这样很欢乐这样。我觉得最后一天反而没有那种，反而是最放松的一天。我觉得我跟大家的感伤不太一样，大家可能是舍不得，然后我的不舍是想要再待更久。虽然说我自己是觉得我的那个助教有点糗啦，但是看到大家开心我就开心。我肚子好痛哦。真的，你又去烙赛了吗？你到底吃多少蛋糕啊？烙赛有5次。他自己做的，他自己没吃。他看到我们大家在那边吃的时候，他完全没动哎。他没动啊。好不舒服。讲完又想上厕所。觉得这一路下来怎么样？就很好玩呢、就是跟一些哥哥姐姐他们这样住在一起。对我来说，最大的突破应该是要在短时间，然后跟大家混熟。我们有看到你，就是手脚都动起来的那个打闹，然后还看到你被就是 Danny 整个抓起来抬进去的那个都看到。然后那个前一天晚上那个直接就是这样子，那个进度其实有点出乎我们意料哎，这进度好快哦，这进度是哪里？我们怎么没跟上呢？就是这个，然后还整个这样整只这样抓上去抱上床，这个。对啊，进度是怎么样？我们也想了解一下。没有那个这样是那个真的是就是软，就是已经软掉，然后已经就是有点就是醉了。对，所以就是他昨天就是算就是照顾，算是照顾。最后一天的感觉怎么样？跟我想的不一样哎。怎样？你想的是怎样？就是昨天本来有一个蛮感性的 moment， 然后就很怕今天会更感性。对。但期间，谁叫你们昨天玩开了？谁叫你们昨天玩到有番外篇？抱着人家的时候顶着人家屁股，然后把他送上床，我看到了。然后那个搂在一起，搂得那么亲密，你都说你没醉，你都回想起来，那你要不要说说看？那你干嘛搂着人家？对，就你要不要讲清楚？你到底在我们不在的番外篇里面到底做了什么事？没有做什么事，真的没有做什么，就那样。